大家好，我是敖厂长。也许你已经和我一样去电影院欣赏了《头号玩家》，也许你已经被电影里面多幕繁星的游戏电影流行文化梗震撼得泪流满面，也许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网上搜索电影里面到底有哪些彩蛋的时候，今天我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头号玩家作为一部商业大片，将游戏电影和流行文化成功融入到作品里面。当所有人都在费尽心思解析电影里面有多少彩蛋和梗的时候，我却对电影里面另外一样东西更感兴趣。在电影中，玩家需要找到3把钥匙才能得到游戏虚拟世界绿洲的经营权，而这3把钥匙都必须依靠游戏彩蛋触发，尤其是最后一把钥匙。它被埋藏在了一款雅达利2600游戏里面，而这款游戏就是电影中提到的世界上第一款被发现有彩蛋的电子游戏，而这款游戏就是1979年雅达利2600平台的《魔法冒险》。为了找到最后一把钥匙，电影中的玩家克服重重困难，通关了这款魔法钥匙。然而他还是输了，因为通往胜利的钥匙不需要玩家获得游戏胜利，只需要随便玩玩。因为这款游戏最大的秘密并不需要玩家通关游戏。在哥们的帮助下，我得到了1979年雅达利2600平台的魔法冒险。让我们启动雅达利2600，一起去寻找世界上第一款被发现的电子游戏彩蛋。在游戏中拥有30个房间需要玩家去探索，但是想要看到游戏最大的秘密，却并不需要玩家探索完。你只需要在黑色城堡的地下墓穴，从迷宫的南部出口进入子空间，来到最右墙壁，这里看似是密封的，其实有一个像素点是不存在的，这一点肉眼不可见。你只需要不断的操作角色向右尝试推进，就能最终进入秘密房间。而这里面写上了游戏主程序员的名字。是的，很高兴你能和我一起见证这一刻。这个彩蛋诞生的原因很有趣。仔细观察游戏的包装和说明书，你看不到任何游戏程序员的名字，这是因为当年的雅达利新老板非常专横，他只想让雅达利的游戏和包装出现雅达利的商标，而不允许开发者的名字出现。但魔法冒险的程序员沃伦·罗宾奈特反行其道，在游戏中暗藏私货，更改代码，在游戏中写上了沃特·罗宾奈特制作几个字来宣示自己对游戏的主权。当雅达利发现这个彩蛋后，已经来不及更改了。首先，游戏的程序员沃特·罗宾奈特已经辞职，其实是修改去除这个彩蛋在当时需要上万美元的成本，因此只能作罢。当电影中男主角进入了这个彩蛋，他也拿到了最后一把钥匙，登上人生巅峰。电影结束，当所有人都在解析电影的梗和彩蛋时，整部电影真正的钥匙却在这里。我们再度倒退画面，再来看看电影中那句话：世界上第一款被发现有彩蛋的电子游戏。魔法冒险是世界上第一款被发现有彩蛋的电子游戏。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句话哪个地方不对劲？没错，电影中只提到魔法冒险是世界上第一款被发现有彩蛋的电子游戏，而并没有说魔法冒险是世界上第一款有彩蛋的电子游戏。头号玩家的原著者和电影编剧不可能犯这个错误，不可能把魔法冒险错误的作为世界上第一款有彩蛋的电子游戏放在电影里。他们知道真正的世界上第一款有彩蛋的电子游戏的寻找过程，就是一场头号玩家的钥匙寻觅挑战。魔法冒险第一个被发现有游戏彩蛋，世界各地的头号玩家开始了寻找第一个拥有游戏彩蛋的无尽冒险。在2004年，人在一款叫做仙童屏的 F 主机上发现了另一个游戏彩蛋，而这个彩蛋比魔法冒险的程序员之名早了整整1年。在哥们的帮助下，我得到了1976年生产的仙童频道 F 主机。作为全世界罕见的游戏机，仙童频道 F 主机在和雅达利的竞争中落败，最终销量不足26万台。然而，正是在这一堆仙童频道 F 游戏里，就有世界上第一款游戏彩蛋，而这个彩蛋在第20号游戏电子弹球里。游戏开始，正常游戏。当比赛结束时，你需要杀掉你的对手，同时再让方块杀掉你自己。当双方玩家都死掉的时候，迅速开始新游戏。在主菜单调整数据 ，Game 43 ，Score 67，
然后你就会看到游戏开发者的大名雷德赛斯赫然印在画面上。1977年，这个历史瞬间就在你们的眼前，这比魔法世界早了1年。发现这个彩蛋的头号玩家以为得到了通往绿洲的钥匙，也确实，这个彩蛋一直被玩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彩蛋。但是如今，这把钥匙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属。源源不断的玩家加入了寻找第一款电子游戏彩蛋的冒险里，就连当时70年代的游戏程序员也加入了这场冒险。他们试图寻找自己当时开发游戏的彩蛋。这是一款叫做《1号宇宙飞船》的街机游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而这个彩蛋的揭发是这款游戏的程序员让·米尔勒。他找到了当年一同开发游戏的朋友，试图找到游戏的文字彩蛋嗨让。当你看到嗨让的时候，这个彩蛋出现在1976年。当你准备把通往绿洲的钥匙颁发给1号宇宙飞船的开发者让·米尔勒的时候，探险家并不服气，因为在1号宇宙飞船之前还有上百款街机游戏，甚至有玩家认为最早的游戏彩蛋存在于美国科研实验室的老式计算机装置里。如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玩家总会有新的发现，大家仍没有找到世界上第一款有彩蛋的电子游戏，但是大家的热情依然没有丝毫减弱。这场寻找电子游戏彩蛋的探险，就是电子游戏意义的本身，甚至就是一场电子游戏冒险。而这也是头号玩家想要告诉大家的意义。当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写文章解析头号玩家电影里面的梗和彩蛋时，当所有人都认为看懂了梗就是真正的头号玩家时，让电影男主角获得最终胜利的钥匙却是这款游戏的意义不需要获得胜利，而是随便玩玩。是的，头号玩家用这最具讽刺的桥段告诉我们，看懂了电影的所有梗，并不意味着你是头号玩家；在游戏中击败了所有对手，也不意味着你是头号玩家。你只需要热爱游戏，哪怕你只是随便玩玩，你就是头号玩家。头号玩家绿洲的第4把钥匙就在第4面墙里，这把钥匙就是电影要告诉我们的。不管你在游戏中的技术好坏与否，不管你最后是否找到了第一个电子游戏彩蛋，你最耀眼的瞬间并不是你胜利的那一刻，而是你全心全意投入到你所热爱的那一刻。你奉献的热情，你得到了乐趣，你就是真正的头号玩家。大家好，我是敖厂长。也许你已经和我一样，去电影院欣赏了《头号玩家》。